咱就说世事无常，大肠套小肠。朋友们平时认为奔驰车挺抗造，但是今天一个奔驰的发动机 OM460 静静地躺在了大毛哥的维修车间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直列6缸，而且是奔驰卡车上的一个发动机，整机排量是 12.8 升，而且这个最大的输出功率吧是600多马力。那么说这个发动机怎么回事呢？据车主反映说，这个发动机干吃粮不办事，干加油它不走道，哼哼唧唧的，不是冒黑烟就是冒蓝烟。之前也维修过几次，换过2回缸盖，这个缸垫总呲，没事就漏防冻液。所以说今天好像又是故地重游，还是那个毛病，没事还得重新进行检查。不过老孙说故地重游并不是之前说这哥们给他修的，而是车主自行在家进行维修过。自行维修过后呢，这个车非但没有改善，但是又出现了奇怪的异响，而且机油慢慢的还增多，说明漏防冻液。很明显他漏防冻液就是缸垫呲了。在这哥们拆解过程中，连杆瓦安装不正确，瓦盖扣不严，所以说跟车主描述的发动机异响那是息息相关。俗话修车来讲，作为一个成熟的修理师傅，也是望闻问切，听车主这么一白话，自己心里有数了。而且在自己拆卸过程中也发现了毛病的所在，只能说车主不懂维修，自己在家擅自拆卸造成的。找到了毛病，这个故障就好排除了。在维修师傅认为这玩意儿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顶天换件儿，然后重新给它安装一下钢筒啊、阻水圈啊、钢垫啊，再检修一下连杆，看看这个曲轴有没有大毛病。如果要有的磨轴，没有就将巴的给它修上得了。换不换新件，咱看看它接上往下捋，怎么拆怎么修。每个人修车的性格不一样，这跟巴铁不同，也许在人家这儿只换不修。拆开这个气门罩盖一看，个别的气门摇臂啥的都上锈了，说明漏水，机油里含水，而且1缸和6缸有烧机油的迹象。刚才咱们也看了，排气管子有机油，个别的排气管垫还没装好，就连排气管子的垫都呲了，说明之前维修这个技术那是相当的不到位，连图工都报不上，那是爆蒙整的，能装上那就不错了。随着维修师傅嘁哩咔吧一顿拆，现在拆这个供油系统，在拆卸的过程中哪个系统都有点故障，这个奔驰的发动机让车主可祸害的不轻。但是作为奔驰这款发动机来说，都是独立缸盖，这对于日常发生的缸盖不平有很大的抑制作用，所以说这个设计是挺合理挺人性化的。但是无论多好的东西，作为维修来说，你得懂行才能去操作。就眼前这些事儿，纯属是维修的人为故障。经过拆卸，这个漏防冻液的问题也找到了，主要原因是缸垫的问题，因为他换过新缸盖，新换这款缸盖水道带凹槽的，所以说要加装这个延伸的密封胶圈。作为车主来说，维修他也忽略了这一点，所以说导致了1缸和6缸出现故障。问题都明了了之后，嘁哩咔吧的那就开拆。首先把1缸和6缸的活塞给它拆出来，主要看看这个活塞环，看看这个钢筒有没有大的故障。其实眼前来说，咱们用膀胱一扫，基本扫不出任何瑕疵，你就看油汪汪亮堂堂的，根本没啥毛病。接下来嘁哩咔吧的又对这个主轴瓦进行拆卸，首先看看机油进水了，检查轴瓦的磨损情况，看看这个润滑好不好。在拆卸的过程中，咱们看了这个主轴瓦应该没有啥大毛病，主要就是连杆瓦装错那个瓦，它封闭不严，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它有敲击声，或许对曲轴啊对轴瓦都有影响。经过这哥们测量，问题不大，虽说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勒痕，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，细微的小划痕简单的给它研磨也就没啥事了。接下来对这钢筒又进行检查，这钢筒虽说经历了一场浩劫，但是没咋地，
所以说有些品牌的车挺皮实耐造的。其实这哥们作为维修来说是一个诚实的修理工，他最终给出了一个维修方案。因为两根连杆错误安装，造成这个连杆瓦的瓦盖扣不严，这两根连杆受损伤比较严重，所以要更换。然后呢，也就是主轴瓦、连杆瓦，还有就是更换一套气门顶杆。不过钢套虽说没啥大毛病，但是在安装的过程中吧，因为阻水圈啊或者多种原因，也导致了漏液。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所以这哥们也决定把钢套也给他换了。但是此时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问朋友们，如果咱们的车在咱们国内出现这么多故障，需要更换多少配件，是不是顺道连活塞带环，弄不好曲轴也得给你换一下子？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这哥们是专业维修奔驰系列的卡车的一个修理工，所以说干这个活吧，人家也不慌不忙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慢慢悠悠的这就开始装配。在咱们稍不留意的功夫，这哥们活塞环都装完了，整个连杆瓦也都扣完了，至于活塞环啥的也没更换新的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修理工，这种果断而坚毅，充分代表着内心的强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个没有经验的修理工绝对不敢这么做。这么大的发动机装完之后，就因为活塞和环没更换，在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修理工眼里，他无法预知后事如何。而今天这哥们敢这么做，人家有充分的实践经验。所以说老酸只能这样说，国外的修理工和咱们国内的修理工职业的操守不一样，有人真正的是为了维修，有人真正的是为了拉高 GDP。 虽说后续安装的视频比较紧凑，不过这个故障点也分析的挺透彻，所以说这哥们干的活也干的挺利索。这个发动机此时已经装完了，但是这哥们活挺多，旁边还有一个 OM457 等待这哥们继续维修。好了朋友们，记住了，我叫酸不溜，每天分享有趣的汽车故事。